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每天晚上理查老师都会开直播课，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学习中文哦。好，那各位同学参加老师的直播课，最重要的是先帮理查老师点赞，帮理查老师按赞 click likes。 然后呢，如果你还没有下载这个 Handbook Online Dictionary， 你可以下载看看，这个软件是免费的。那你下载之后呢，记得打 invitation code VIP111， 那这也是一种支持老师的方法。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来学习 HSK 第6集的词汇。好，那理查老师先跟大家打招呼。好，第一位同学是 Hardwing 小朋友你好。第二位同学是木同学。好，木同学 Assalamu alaikum。 好，这位同学是 Two 同学你好哦。还有来自韩国的雪峰你好。还有裴金小土豆晚上好。还有 Lenny Apakaba Lenny 小土豆你好。还有 Samuel Christian 你好。还有这位是脸书的朋友，我看是谁啊？好，各位同学在脸书也可以看到理查老师的直播课。脸书的朋友有 Pumped P-O-N-T， 还有 Sai 同学，还有 H-O-A 同学你好。好，还有宋平 Sawadee Krab 宋平小土豆，还有菊香欢迎，还有 Sikom Mingalaba， 还有如冰。哇，老师要谢谢如冰有帮理查老师 recommend， 有帮理查老师推荐哦。所以各位同学，你们要像如冰一样，把理查老师的频道推荐给别人。如果你觉得理查老师的视频很好，那你可以把老师的频道跟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让越来越多人跟我一起学习哦。好，可丽同学欢迎你哦。好，还有新同学叫 Debo Diesel 你好，新同学欢迎。好 Night Girl 欢迎你。 Teresa 小土豆你好。 Hello Teresa， 好久不见了哦。还有马瑞说 Good evening 你好。好，还有谁？阿能明白了吧？阿能好。还有春娇 Sawadee Krab 春娇同学。还有立新小土豆欢迎。 Kartini 同学你好。还有我们的 Fahim 你好，最近怎么样？好，老师很好哦，欢迎你。好 Failing 你是来自巴基斯坦的朋友吗？你的名字好像是巴基斯坦人哦。哦，马克利来了。好，马克利也常常支持老师，老师要谢谢克利同学常常支持老师，好，谢谢你。还有肖秀芝，好，秀芝同学昨天有看到你哦，欢迎。好，还有丽芬小土豆你好。还有珍珍小土豆你好。还有美丽520美丽好，阿帕卡巴。还有海山同学你好。海山同学你是哪一国人呢？看起来很像是美国人，又像是欧洲的人，不晓得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哦。还有 Pingren 小土豆你好。好，春娇说老师我分享了，谢谢春娇哦，谢谢。还有哇，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好，还有这位同学不会念你的名字诶 Nengomar 你好。Benny B 小土豆欢迎你。还有 Flow Exponential 你好。还有这位同学是 Bashek 你好。哇，佩佩猪好久没有看到佩佩猪小土豆了，佩佩猪最近好吗？好，永祥帮我按赞了，谢谢永祥哦。还有 Malik 同学，还有我的 RW， 你的名字吗？你的名字叫 RW 吗？好，你好。不对啊，你是那个Zaidu 你好。Christina 来自爱尔兰的小土豆你好，爱尔兰的 Christina。 还有 Abir， 还有月星小土豆欢迎你。还有菲尼，我要快一点了，要上课了哦。还有 D 不会念，欢迎你。还有九九新同学，昨天有看到你啊，九九，昨天你有来啊。还有 HT 你好。还有 Express 你好，都是老同学了哦。还有露露是新同学吗？
你是小朋友诶，露露，你就是那个小朋友嘛，是不是啊？露露，露露好可爱哦。好 ，Sylvia 桂芳你好，哦，印度人好，你好哦，这个 Namaste，啊，玫瑰小土豆 Clara 你好，玫瑰玫瑰哦，好，丽娜，哇，今天好多人 Failing，对，没错，月薪今天有好多人哦，还有都招呼都打不完了，还有 Sanello 你好。哦，OK，他说的是 RW 是 Teacher Richard，OK，Richard Wu，好，User 你好，大人，大人 Adult，好，OK，Lapsy 你好，哦，Lulu 是孩子，哦，Lulu 是他孩子的照片啊，哦，好，孩子的照片啊，Kate 好久不见了，Kate，哇，惠美你也太久没有来了吧，惠美同学，你好几个月没有来了。老师啊，就想说惠美怎么都不来上课了呢？啊，也门的新同学，欢迎你啊！也门的新同学啊，好，这个叫巴什，你好，巴什。对啊，我觉得他就是 Hardwing 哎，哦，丽芬，我觉得 Lulu 就是 Hardwing 啊，对不对？哦，Lulu 就是 Hardwing 嘛，哦，好，Lulu 不是小朋友，OK，Lulu 是妈妈吗？Lulu 是妈妈，那 Hardwing 是小朋友。好，这样我知道了哦。好，那我们来上课吧。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上新 HSK 第6集的中级词汇。好，中级就是 intermediate，词汇就是 vocabulary。今天我们来学习3个词汇。第一个词汇叫惨，OK， 惨。第二个词汇叫仓库，仓库，仓库。你们要跟我一起念哦，哦，仓库，仓库。好，第3个词汇是藏，OK，藏。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汇惨。哎呀，惨这个字真的是很惨啊。好，惨在中文是一个不好的字，它的意思比较不好，所以它是有一个 bad meaning。那它的意思就是英文的 tragic 或者是 miserable， 惨就是悲惨的意思。悲惨表示什么？表示你是 unlucky， 表示你是 uncomfortable， 表示你是tragic。惨的意思就是你的日子过得不好，你遇到了很不好的状况，那你就很惨。Very unlucky, the situation is bad。惨哦，就是很不好的情况叫惨。好 h a r d w i n 的妈妈 h a r d w i n 的弟弟，好复杂啊。好，我们看一下 example sentence。海啸过后，岛上的情况很惨。好，惨老师刚刚说，惨这个字老师刚刚说过了，就是非常不好的意思。简单讲，惨就是非常不好的意思哦。啊，老师写给你看，非常不好就是惨。哦，好，非常不好。非常不好就是惨的意思哦。好，那各位同学，当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它的意思是悲惨啊，悲惨。悲就是你 you feel sad， 悲伤；惨就是情况非常糟糕，情况非常不好。所以悲惨就是 very bad，very tragic，very miserable。海啸就是 tsunami， 你们知道海啸吗？海啸就是地震之后，海会出现很大很大的浪，浪就是 wave，sea wave。地震之后 earthquake， 地震之后海会出现一个很高很高的浪，那样的浪就是海啸哦，这样的浪就是海啸。那各位同学，海啸是一种很严重的天然灾害哦，海啸我们可以说是天然灾害，非常可怕。海啸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会死掉哦，很多人会被海冲走，所以它是一种天然灾害。海啸 tsunami，
过就是 like pass away, pass by， 所以海啸过后就是 after the tsunami passed by。 岛，好，各位同学，岛这个字我们学过了，岛就是 island， 岛哦，岛上的情况。The situation on the island， 情况就是 scenario or situation， 很惨，情况非常不好的意思。哦，惨就是非常不好，情况非常不好。为什么？因为海啸来了之后，破坏了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被海啸破坏的非常严重，重挫了这个地方，损害了这个地方，所以岛上的情况很惨，很惨啊。好 ，OK， 了解。好，那各位同学，惨这个字我们看一下 grammar point。好，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它就是个 adjective。所以你要怎么用 adjective？ 在中文，如果你要使用一个 adjective， 你一定要加上很，或者是真，或者是好，或者是非常。所以如果你过的生活 your life is really bad, your life is really miserable， 你就可以说我真惨 I'm really miserable， 我的日子很惨，我很惨也可以。你就说我很惨 that means you have a bad day， 我很惨。各位同学，你们觉得你们惨不惨啊？有时候啊，有的时候一个人的生活真的可以很惨啊，你过的生活可以很惨，你很倒霉，什么坏事情都让你遇到了。所以啊，有的人常常会说，哎，我很惨哦，我没有女朋友，我HSK 又没有考过，我中文说的又不好，我又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我又被男朋友抛弃了，哦，等等等。那你就会觉得，哎，我很惨 ，I'm really miserable, I'm really tragic， 我的生活很惨，也可以哦。对，就是糟糕的意思啊，severe 就是糟糕，惨就是糟糕，很不好，非常不好的情况就是惨。各位同学，你觉得你惨不惨？有时候理查老师啊，觉得，哎呀，这个时间不够用，哎呀，妈妈又生病了，哎呀，工作又赚的钱不够多，哎呀，理查老师觉得自己好惨呐、我觉得我好惨呐、哦，就是 very unlucky 的感觉哦。对，就像这个秀芝说的，她的这是我们的题目啊。哇，你们怎么把答案都写出来了？而 Bill 这个很好，他失业以后啊，他真的好惨哦。失业就是没有工作，各位同学，失业就是 lose one's job， 失业就是没工作了，没有工作就没有钱了，所以啊，他真的好惨呐、他真的好惨啊，对，他的生活很惨，生活真的好惨啊！菊香觉得自己的生活，哎，好惨哦，运气好差哦。所以，各位同学，惨，你要说我真惨，我好惨，我非常惨。这个字哦，在中文是很常用的。你常常会觉得自己 very very unlucky，你就可以说啊，我真惨，我的日子真惨，我的生活真惨，我真惨哦。你也可以说我非常惨，我很惨，都可以。好，我们来做题目。生活，生活，真的。好，这里的真的是 really 的意思啊，really 真的。他的，他的，好惨，哎，好惨。你听到好惨，你都会，哎，你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这个叫叹气。老师刚刚，哎，这个中文怎么说？你们知道吗？这个叫叹气，英文叫 sigh 啊，叹气。好，这个学起来。你觉得你很惨的时候啊，你会叹气，你会 sigh， 好，叹气。好，各位同学，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很惨，你会，唉，这个中文叫叹气，你就会叹气啊，会叹气啊。好，哇，你们把答案都写出来了，好，呃，
好，我们这里有一个句子叫那孩子失去了双亲。好，失去就是 lose，失去就是没有了。双亲就是爸爸加妈妈，爸爸和妈妈就是双亲，爸爸和妈妈就是双亲。那孩子失去了双亲，然后呢？好的，这个阿能说，那孩子失去了双亲，他的生活好惨，很好。珍珍，那孩子失去了双亲，他的生活真的 really 真的好惨哦。好，对他的生活真的好惨。你们也可以说他好惨就可以了，也可以他好惨也可以。好，最近绝对不太惨，为什么？哦，to like，为什么你不惨？你过得很好，对不对？哦，好，月薪说，老师，我很惨呢，我最近好倒霉哦，我最近过得很糟糕，我的生活很不好，我很惨。好，Norbert 说他的生活真的好惨啊，这是我们的答案，没有错哦。好，好，你们都知道了，都会用了哦。好，永祥说因为政治上面的问题。好，永祥，你只要说因为政治的问题就好了，不用加上面啊。因为政治的问题，我们目前的生活真的好惨。好，后面这个句子很棒，前面的话你就说因为政治的问题就可以了哦，很好。好，好，可丽说老师你不惨，我也觉得我不惨，有时候可丽觉得自己不惨，但是有时候会有一点失望。可丽，你的意思是这样？Sometimes I feel disappointed, right? Sometimes you feel disappointed. 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失望哦，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失望哦。好，还有谁觉得自己惨不惨呢？你们觉得你们的生活惨不惨呢？应该不会的哦，你们要乐观一点 ，optimistic，OK，乐观一点啊，不要悲观。岳母到家里之后，家里的情况真的好惨。Norbert，你要说真的好惨，不是真好惨，真惨，不然就好惨，不能说真好惨啊、你要说真的，不然你就要用真的好惨，真的好惨啊、打电话，打点话坏，Flo，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打点话坏。我听不太，我看不懂这个意思哦，我看不懂这个意思哦。好，玫瑰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惨，真的啊，玫瑰，好，快乐一点哦。对，叹气啊，惨惨的 opposite 就是好运吧，哦，好运或者是过得很好哦，你就说过得很好就可以了哦。好，Norbert 说你们在台湾会说我很惨，还是我太难了？在台湾我们不会说我太难了，我知道在大陆会说我太难了，也可以哦，我们听得懂，但是我们不会用。我们在台湾都说我很惨我太惨了，我非常惨哦。台湾比较喜欢用惨这个字，我知道中国最近都喜欢用我太难了哦，我们这里听得懂，不过很少用哦。好，雅正你好，还有 Maddie，其实不是惨，是我们不够感恩。哇哦，gratitude，gratitude，like grateful，或者我们只是去一直想不好的事情。对，丽芬，其实你只要说，我们常常会想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很惨。那各位同学，丽芬的意思就是你要多去想好事情，你要多去感恩，be gratitude，be grateful，be thankful，对不对？要感恩，感恩就是 be thankful，be grateful。好，有老师怎么可能会惨？Really？对，你们有理查老师的直播课，你们就不惨了，对不对？每天都快乐的上课哦。好，好，我们在这个人太惨了，可以，你可以这样说，这个人太惨了，表示这个人呢 very unlucky，好可怜，poor guy 的意思。哦，poor guy，哦，poor you，你太惨了。哦，英文可以说 poor you，你太惨了吧，你太惨了，poor you，可以的哦，可以这样说。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真的大战起来，人民真的好惨呀，true。
惨的反义词是不是幸福？可以啊，可以啊，幸福可以是惨的反义词。我的生活很简单，不好也不坏。宋平，我们不会说不惨也不好，我们会说不好也不坏的 ，like neither good nor bad， 不好也不坏，不惨也不好。宋平，我们不会说不惨也不好，不会这样说啊。好，这个 Az 说我下载了这个 APP， 哦，谢谢 Az 啊，谢谢 Az。好，惨跟可怜比可怜更惨。好 ，Mady， 惨比可怜还惨，惨真的是 very 很可怜，运气很不好，而且非常的这个很糟糕，非常糟糕，比可怜还惨啊。我们中文常说 like neither good nor bad， 不好也不坏 ，like 一般般。我们中文会说一般般，不好也不坏啊。好 ，OK， 我们往下看。好，各位同学，我们看第二个语法。OK，the second grammar point， 主语加上动词，这个时候的惨是当 adverb。惨这个字可以当 adverb。好，那我们看一下怎么用。其实它跟一般的 adverb 也是一样的。好 ，verb 的很惨 ，or verb 的真惨 ，verb 的好惨都可以都可以。好，那这个 verb 常常会用死 die 死的好惨，或者是过得好惨这个 verb 常常是死或过过得好惨，死的好惨。好，我们中文很常用的 collocation 是死的好惨，或者是过的日子过得好惨生活过得好惨。好，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如果有人呢，这个各位同学，如果有人出车祸，然后他死得很惨，你就可以说他死得好惨，他可能手掉了，头掉了，死得很难看，死得很惨，他死的这个可能手断掉了，脚也断掉了，然后就死了，你就可以说他死得好惨。那如果有人生活没有钱，也没有家 ，homeless， 也没有钱，你就可以说他的生活过得好惨，他的生活过得好惨，你也可以这样说。好，那我们这一题的题目呢，你们答案都写出来了。好，他的朋友 ，her friends， 他的朋友好惨，好惨的死就是 die。好，我们答案是什么？很简单好，丽芬说他的朋友死得好惨。那死得好惨可能是手掉了，脚断了，头断了，死的样子很难看。他死的样子可能很不好看，叫死得好惨好 ，Nigel 他的朋友死得好惨。雅正他的朋友死得好惨。Marshall 他的朋友死得好惨好，我们的 Express 他的朋友死得好惨。你看这个图，他的朋友死了，剩一颗头而已了，是不是死得很惨？只剩下一颗骷髅头了，死得好惨连身体都不见了，所以他的朋友死得好惨 ，like die tragically， die miserably。好 ，OK， 有没有问题？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好，死得好惨就是 like 像我这边的英文 ，Her friend's death was awful， 死得很不好看有没有问题？他的朋友死得好惨，他的朋友死得好惨，他的生活过得好惨。对，没错，这个句子学起来，如果这个人没有钱，也没有家，他也没有爸爸妈妈，他的生活过得很不好，你就可以说他的生活过得好惨，他的生活过得真惨，这个都可以用。他的生活过得好惨，他的生活过得真惨，都可以用，很好用好，然后 Abir 说，因为我没有钱，不用加原因 ，Abir 不用加原因，因为我没有钱，我过得真惨就好了。因为我
没有钱，我过得真惨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请你怎么说这个用英文？月薪你的意思是什么？死得好惨吗 ？Like die miserably, die tragically， 就像这样子哦。玫瑰说我的生活谈不上惨 ，OK， 跑到不可以，不可以 ，No， 不可以这样说。所以 Christina 通常叭的好惨都会有一些 specific collocation， 像我刚刚说的，死得好惨 or 过得好惨，通常会有一些 specific collocations， 也不是每个动词都可以用，不是每个动词都可以用哦。好哦，这个 Bella 变成我的会员了，变成我的小土豆了。好，谢谢 Bella， 谢谢 Bella，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哎呀，老师好久好久没有小土豆，各位同学，老师好久好久没有 small potatoes， 老师好久好久没有收到那个 donations， 特别谢谢 Bella，Thank you very much Bella。活得好惨，他活得好惨，可以，我有听过有人说活得好惨，可以，这个我有听过，可以活得好惨，可以哦。好，因为战争 ，who 他还是谁要讲出来？因为战争他死得好惨，因为战争，someone，OK， 菊香你要告诉我谁 who 谁死得好惨啊？你要告诉我哦。命运好惨，他的命运好惨，可以。不过阿能，你最好说谁的，他的，我的，你的，要把它说出来。他的命运好惨，可以。他一有麻烦就很惨，可以。对方这个句子我这个句子可以，没问题啊。所以各位同学 ，if you want to make sure if your sentence is correct, just make a sentence and let me know, and I'll tell you if that is correct. 穷人的日子过得很惨，很棒。好，丽芬说：“哇，老师终于有新的小土豆了。”对啊，老师好久没有小土豆了哦。好 ，OK，Maddie 说他的朋友去世了，他哭得好惨。可以，各位同学 ，Maddie 这个哭得好惨很常用，很常用。通常哭得好惨就是 cried very very sadly， 哭得好惨，可以。我们常常会会说哭惨了哦，哭惨了，会这个可以很棒哦，这个 Maddie 很棒，哭惨了。有时候你在网络用语会看到啊，哭惨了，哎呀，这个男主角好可怜哦，哭惨了哦，哭惨了，这个很常用，哭得好惨哦，你也可以说哭惨了。哦，各位同学很棒哦，这个 Maddie 这个是很常用的哦，非常常用的，哭惨了或哭得好惨，可以，很棒，很棒哦，这个很常用。分手的好惨，那 Beer 不会这样说，我们不会这样说，我没有听过分手的好惨，不会这样说哦。他的作业做的真的好惨 ，OK， 可以。如果是真的做的，他的作业真的是很不好，写的很不好，写的很差，可以。他的作业做的好惨哦，他的作业做的真的好惨，表示他的作业写的非常不好，他的作业写的很不好，很多错误，乱写的很不好。他的朋友太惨了，加个了哦，他的朋友太惨了。雪峰，你这个句子要加个了，他的朋友太 adjective 了 ，you need a 了 ，OK， 太 adjective 了 ，OK。伤得好惨，比较少用这样子。伤得好惨，听得懂，但是我们比较少这样说，比较少哦，比较少。累得好惨，永祥，我们中文会说累惨了哦，我们不会说累得好惨，我们就会说累惨了，哭惨了，累惨了。好，好，这个永祥说累得好惨，我们不会说累得好惨，我们常用什么？好，这是 collocation， 记起来，哭惨了，哭得非常伤心，哭惨了，累惨了。哎呀，学习中文了，我今天学了3个小时的中文，我累惨了，我累惨了，非常累的意思，累惨了，非常累，好累好累好累的意思哦，可以。他的过去很惨，可以。月薪说，
我自己做的饭菜，我自己做的饭菜不好吃，真惨呐、可以，我自己做的饭菜不好吃，真惨呐、好 ，OK， 所以这个惨是有个 collocation 的哦，你们要常常去听。不过你要知道有这样的用法哦，你要知道有这样的用法。好，好，老师现在在教你2个 phrase， 我们很常用。第一个叫惨叫，惨叫。什么叫惨叫？惨叫就是你看到很可怕的事情。什么时候会惨叫？各位同学，理查老师觉得像女生看到cockroach， 你们女生看到蛇哦，你们女生看到 snake， 女生看到蛇的时候，或有的女生看到老鼠啊，就那个叫惨叫啊，这个叫惨叫。通常你是看到很可怕的东西，或者是你很害怕的东西，你就会惨叫。女生最喜欢惨叫了。那有时候很痛很痛的时候，你也会惨叫。像女生看到老鼠就会惨叫，对不对啊？好，那所以各位同学，这个我们中文会说惨叫，就是你叫得很大声，然后很难听那个感觉。那为什么？因为你害怕，或者是很痛很痛，你就会惨叫哦，惨叫。对 ，Mandy 说的很好，看女生，你们女生看到蟑螂的时候就会会被吓到，突然被吓到，你们女生就会惨叫。所以我们中文有一句成语叫惨，那也不是成语了哦，会有一句常常会说惨叫一声。好，惨叫一声。好，我们可以说美丽看到蟑螂之后惨叫一声，一声 like one like one voice， OK one sound。我们中文会说一声，惨叫一声就是一声，很难听的一个 scream。OK， 好，我们可以说美丽看到蟑螂后惨叫一声，惨叫一声哦。好 ，OK， 惨叫一声。好，玫瑰说：“我看到老鼠和鲨鱼就会惨叫。”好，可以，可以，或者是说就会惨叫一声也可以哦。好，看到很恐怖的事情哦，春娇，有时候你害怕的时候就会惨叫，看到恐怖的事情就会惨叫，或者是你很痛，你很痛的时候也会惨叫哦。好。对，看到电费的时候，electric bill 就会惨叫。好，老师再念一次，惨叫，惨叫。像这个男生看到这么丑、这么丑、这么丑的女生，他就惨叫一声。他看到这么丑的女生，他就很害怕，所以他就惨叫一声。男生也可以惨叫，女生也可以惨叫，都可以的哦。好，对，丽丽看到鬼就惨叫，看到鬼就惨叫。好 ，Hello Priscilla，这个男生看到了理查老师的妹妹就好丑啊，怎么会有女生这么丑啊 ，so ugly。OK， 他就被吓到了，太害怕了，惨叫一声哦。好，那如果你死的 die tragically， 死的很惨。各位同学，死得很不好看，可能没有手没有脚死掉了 pass away die， 那你可能死得像这样有点可怕，对不对？他死得很不好看，他死得很可怕，死的样子很可怕。 OK， the way he or she dies is awful, is terrible， 叫惨死。好，有的人出车祸有没有就惨死，有的人呢死的样子很不好看，你就可以说他惨死了。惨死就死得很难看，可能没有手，手断掉了，可能脚断掉了，惨死，惨死。女人的月经，月经就是那个 period， 对不对 ？period， 女人的月经痛得好惨，可以。安蕊，你可以说女人月经来的时候痛得很惨，女人的月经来的时候痛得好惨。女人看到口红，真的吗？嘟嘟，女人看到口红不见的时候会惨叫啊，真的吗？好有意思。好，惨死跟死得很惨是一样的。
好，月薪惨死跟死的很惨是一样的哦。好 ，OK， 对，蟑螂，蟑螂不会惨叫啊，丽芬，蟑螂不会叫啊，是美丽会惨叫，不是蟑螂会惨叫。好，如果我看到蟑螂，我参加惨叫吧。那个月薪惨叫是个动词，不是形容词哦，所以你不可以说惨叫极了，你要说我惨叫一声。我看到蟑螂的话，我会惨叫。我看到蟑螂的话，我会惨叫。OK， 对，死的好惨就是惨死哦。好 ，OK， 各位同学，你看到你很害怕的东西的时候，或很害怕的人，或者是你很痛的时候，你就会惨叫啊！就像这个男人看到了这么丑的女生，他就这样一声就是惨叫哦，惨叫。好，好的 ，OK， 没问题，我们往下看了哦。比尔说，昨天我一个人在家，我不用住。昨天我一个人在家我看到好了，好不好？比尔，昨天我一个人在家看到一个陌生人，你可以用陌生人 stranger， 陌生人啊。我看到一个陌生人，我就惨叫一声。我不认识他，他为什么突然来我家呢？所以 A Bear 看到陌生人来的时候，他就惨叫一声啊。好，雅正说做噩梦的时候，雅正就惨叫一声，可以，因为你有时候做噩梦会很害怕，所以雅正说做噩梦的时候他会惨叫一声哦，男人也可以惨叫。Lisa， 蜥蜴会惨叫，那个不叫惨叫啦，那个就是叫而已了哦。好，你们很有意思，好好玩哦。好，来我们看第85个词汇，仓库。仓库，好，各位同学，仓库就是warehouse，storehouse，仓库就是里面会放一些货物，放货物的地方，公司放货物，公司或者是工厂放货物的地方，你们知道吗？仓库，公司，或者是家里，或者是工厂放货物的地方。你们知道什么叫货物吗？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老师货物是什么？货物是什么意思？好，等一下哦。货物就是 goods 哦。你们知道货物是什么吗？好，这个什么叫，对，安瑞说的很好，货物就是 goods。各位同学，什么叫做仓库？仓库就是可能是 company 公司，可能是你家 your house， 可能是工厂 factory， 放货物的地方就是仓库。仓库就是你放货物的地方哦，放货物的地方。好，那各位同学对 goods， 好，所以各位同学，你如果不晓得什么叫做仓库，你看这个图，这个地方就是仓库，你可以放货物 goods， 放货物在里面哦，放在里面，这个叫仓库。通常是公司或工厂会有这样的仓库。好，仓库的话，我们的 major word 是间，一间仓库，两间仓库。仓库是一个好像房子，不过这个房子里面不是住人的，这个房子里面是放货物的。这个房子里面不是住的，是放货物的地方。这种地方就是仓库，一间仓库，两间仓库哦。好 ，OK， 有没有问题？好的，那我们看一下 example sentence。总公司租了几间小型仓库。好，各位同学，总公司就是 headquarters， 总公司知道吧？就是母公司哦，总公司就是 headquarters， 租就是 rent， 租了
几间就是 like several 几个 several 间是 major word 几间 like several 就是 some several 小型就是 small one small sized 这个型有点是 sized small sized warehouse 小型仓库就是 small warehouse 小的比较小间的比较小的仓库总公司租了几间小型仓库好租就是 rent 好这个句子有没有问题对一间仓库两间仓库仓库跟库房有什么区别库房啊库房我觉得差不多不过我觉得库房好像比较小间啊仓库比较大一点库房我觉得比较小间然后库房可能是比较小的 shop 里面的一个地方也是放货品的地方不过呢也是放货物的地方不过仓库比较大间仓库通常是一个房子这么大库房比较小库房比较像一个 room 的感觉比较小库房比较小间像是个 room 仓库就是一个 the whole house 仓库是 the whole house 库房可能是maybe a room 好的好这个 Christina 说亚马逊这个公司有很多仓库对因为亚马逊一定要有很多仓库来放书对不对所以亚马逊这个公司有很多仓库好这间仓库里有很多东西很好 OK 很棒OK 有没有问题冷然一声尖叫声写错了你的声写错了惨叫和尖叫有什么区别好这个李黑同学惨叫一定是不好的事情惨叫一定是遇到了很不好的事情尖叫比较 neutral 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啦尖叫也有可能是好的事情也有可能是不好的事情我觉得差不多啦惨叫跟尖叫的意思差不多不过惨叫一定是不好的事情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好 OK 好 Priscilla 说在我的城市有2个 Amazon 的仓库对仓库就是放货物的地方好仓库部门阿能我们叫仓储部门不叫仓库部门我们叫仓储部门我不晓得英文怎么说storage department 好那个阿能我们不叫仓库部门我们叫仓储部门storage department maybe 好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来做一个题目 put the words in order 第一个把货物第二个仓库里第三个搬到第四个工人好货物就是 goods 仓库 warehouse 搬就是 move好再来是工人就是 worker 好各位同学你看这个图你就知道什么叫仓库了这个女工人在的地方就是仓库就是放货物的地方叫仓库所以如果你不晓得什么是仓库这个图里面的地方就叫做仓库好 OK 这样你应该就知道仓库是哪里了好答案是什么永祥说工人把货物搬到仓库里很棒好 Malik 工人把货物搬到仓库里 good 好还有谁OK Abir 工人把货物搬到仓库里很好好我们的 two 同学工人把货物搬到仓库里 good 好 Samuel 工人把货物搬到仓库里 very good 好还有 Sikon 工人把货物搬到仓库里很好所以各位同学你就知道了这个好这个裴静说仓库一定是要房子吗可以是房间吗好裴静老师告诉你仓库一定是房子如果是房间我们叫库房
好不好？这个好，这个裴静这个问题就是刚刚也有同学问过哦。我们仓库一定是一个房子，仓库一定是房子。那如果是房间，我们叫库房，我们会叫库房哦。好 ，OK。好，各位同学，你们看一下裴静的问题是：老师，公司的仓库一定是房子吗？可以是房间吗？那这个裴静老师告诉你哦，仓库一定是一个房子的地方，一定是房子。但是如果你要说老师，那我是房间而已，怎么办？那这个是库房，这个我们叫库房。If it's just a room or a big room maybe, then we say 库房。Usually, 仓库 is the whole house, a place. Okay, the whole place to store your goods. 那库房是 like only a room, a big room maybe. Okay, and you store your goods in the room. 这个叫库房，所以不一样。整栋房子的叫仓库，如果只有一个大房间的，那个叫库房，那个叫库房，所以不一样哦。好，裴静这样听得懂吗？听得懂哦。仓库是一个库房，仓库比较大，仓库比较大一点，仓库会比较大哦。好 ，OK。好，各位同学，我们讲到库这个字，库的意思就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哦，就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哦。好，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地方。通常我们讲库 ，it is a place to store something。所以库的意思就是可以放东西的地方叫库。库的 literal meaning 是可以放东西的地方，所以我们还可以学水库，水 water。那库是可以放东西的地方，所以水库是可以放水的地方，所以水库就是 reservoir。水库你们知道吧？这个就是水库。This is 水库 reservoir。水库就是放很多水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叫水库reservoir or like a water like a dam。好，所以各位同学，库是可以放东西的地方，水库就是放水的地方，就是 reservoir。那什么叫车库？车库当然是放车的地方，放车子的地方，所以它是 garage。好，这个就是车库啊，你们知道车库了啊。如果你家里有车子的话，你要把车子停在车库里，你要把你的车子停在车库里，所以这个 garage 就是车库 ，garage 车库哦。好，所以简单说，库的意思就是放东西的地方，水库放水的地方就是 reservoir， 车库就是放车子的地方 garage。各位同学，你们家里有没有车库啊？有的人家里是有车库的哦。好 ，OK， 鞋子库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说Omar， 我们说鞋柜，我们通常会说鞋柜，不会说鞋子库。放鞋子的地方我们叫鞋柜，放鞋子的地方我们叫鞋柜。对，对，月薪。水库就是放水的地方 ，OK，the place you put water，right？ 好，鞋柜不是鞋子库哦，我们不会说鞋子库，我们会说鞋柜。鞋柜，丽丽的家里有车库，很好。印度的政府盖了，这个 Fahim 你要说盖了很多水库 ，built，we use built， 盖了很多水库。我们不会说发展了，我们说盖了很多水库like built。好，政府盖了很多水库 ，like the government built a lot of reservoirs。The government built a lot of reservoir。好 ，Fahim， 你可以说政府盖了 built 盖了很多水库。好 ，OK。水库跟停车站。Norbert， 停车站我们不常用停车站比较像 bus stop 吧，站牌，停车站牌。车库是 garage，
跟停车站是不一样的哦。停车站应该是 maybe bus stop， 比较像 bus stop 吧。好 OK， 有没有问题？车库、书库，可以，我有听过书库，书库可以，我有听过书库，可以说书库，但是书库一般，我有听过有人用了哦，不过月薪 ，if you're talking about a bookstore， we say 书店。OK，if you're talking about a bookstore, we say 书店。If you're talking about a library, we say 图书馆。OK， 图书馆哦，好。月薪，如果你说的是 library, then we say 图书馆。图书馆。If you're talking about a bookstore, 我们会说书店。书店。书库有人会这样说，不过不常用哦，不常用哦。Yeah, built。好 ，OK， 这个library 图书馆 ，bookstore 书店，书库会用在那个 online internet， 会用在 internet 上面。有的 internet 里面会有 a lot of virtual books， then we can say 书库哦，书库。好，月薪书库我觉得比较常用在 internet。You know, like in the internet, sometimes we will have some virtual books. We can say 书库。好，书柜可以，书柜Norbert， 如果你说的是 garage， 在台湾我们都是用车库用车库。好，蔬菜库我们不会说蔬菜库好。Place to store books like in the building。 图书馆吗？月薪你是说 the library 图书馆吗？放书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如果你要说有一个人他的书真的很多，可以啦，书库，这是我的书库。不常用，真的不常用了比较不常用。好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各位同学，第86个词汇叫藏。藏很简单，就是 to hide， 把东西藏起来。好，各位同学，你看这个狗狗，这个狗狗咬了一根骨头，那它把骨头藏 hide， 它把地挖一挖，把骨头放进去，再把它埋起来，这个动作就是藏，你把东西 hide 藏起来。所以各位同学，藏就是把一个东西放在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叫藏。藏的意思就是你把一个东西放在一个别人不晓得的地方，就是藏的意思好，你看狗狗，它想把骨头藏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它想把骨头放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所以这个叫藏。好，狗狗把骨头藏在地下，藏在地下就没有人知道了，对不对？那这只狗狗下次要吃骨头的时候，这只狗狗下次要吃骨头的时候，它就会去把骨头挖出来好，所以狗狗把骨头藏在地下，地下就是 like underground。OK， 好，躲跟藏有什么不一样 ？OK， 躲通常是你把你自己藏起来。躲的意思是人，躲通常是人把自己藏起来。比如说我躲在树后面，这个叫躲。那如果是藏，是你把东西藏起来。OK，you hide something。OK， 好。房间充满书，这个叫书房。嘟嘟，如果有一个房间充满了书，我们可以叫书房。这个房间就是 your study， 你的书房。好，嘟嘟，我们可以说书房。停车场我们很常用 parking lot， 会用 parking lot。但是 Norbert， 你知道
garage 跟 parking lot 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 parking lot 是 public， 大家都可以去停车的地方， garage 一般是 private 自己的，对不对？自己才可以停在里面的，这个叫车库。停车场 oftentimes is public, right? Everyone can park their cars, right? OK， 好，奶奶把钱藏在床下，很好。埋叫 bury， 埋一定要把地挖开来，然后把东西放进去，这个叫埋。但是你埋东西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知道，藏的意思是别人都不知道，埋没有这个意思，埋就是把土挖起来，把东西放进去，这个叫埋。藏的意思是不一定是藏在地下，它可以藏在 anywhere， 但是埋通常是 underground， 埋通常是 underground。 OK， 藏跟掩是不一样的，掩是 cover， OK， 掩 cover， OK， 掩的意思通常是你还要拿另外一个东西去把它盖起来，这个叫掩，不一样。好，各位同学，比如说掩，我掩就是这样遮住的意思，捂住的意思哦。掩一定要再拿个东西去把它盖起来，这个叫掩。好 ，OK， 好，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啊 ，lapsing， 等一下我会讲。好，藏。好，各位同学，我们看第一个语法，主语把 object 藏在 place， 看你要藏在 inside or you under or in or behind，OK， 你自己去加，藏在什么后，藏在什么里，藏在什么下，藏在什么中。好，把私房钱枕头里藏在可丽。好，可丽同学还在吗？可丽藏什么呢？好，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听过私房钱？私房钱就是 money for secret personal use。各位同学，谁会藏私房钱？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会藏私房钱。私房钱的意思就是你的老公或者是你的老婆偷偷把钱藏在你不晓得的地方，他自己偷偷要来用，他不让你知道他有钱，他不让你知道他把钱藏起来自己要用，这个叫私房钱。这个你们要学起来很常用哦。你的老公会藏私房钱，对不对？下次他要用的时候，他就偷偷拿出来，老婆啊都不知道，这个叫私房钱哦。好 ，OK， 答案是什么？哦，捉迷藏，很好，捉迷藏哦，就是 hide and seek， 对不对 ？hide and seek。哦 ，maybe 说，都是老婆在藏私房钱。各位女同学，你们同意吗？我觉得老公也会藏私房钱，对不对？哦，不止老婆会藏私房钱，老公也会藏私房钱。好 ，OK， 好，我把对他可以，这个很好，隐藏在心里。好，老师把 treasure 把宝藏 treasure 叫宝藏，宝藏哦，好，这个好，可丽把私房钱藏在枕头里，答对了。玫瑰，可丽把私房钱藏在枕头里，她老公不知道哦，可丽的老公不知道哦。私房钱就是另外一半不晓得 ，OK， 老公藏的老婆就不晓得，老婆藏的老公就不晓得。好，Malik 说，可丽把私房钱藏在枕头里。好，这个 Samuel 说，可丽把私房钱藏在枕头里，可丽的老公都不晓得耶。哦，好 ，OK， 好的，没问题哦。私房钱不是问题啦，小事，我觉得私房钱是小事哦，没关系的。好，Fahim，可丽把私房钱藏在枕头里。好 ，OK， 好，宜兴，可丽把私房钱藏在枕头里。好，那这个同学问说，我不想把压岁钱给妈妈，那这份压岁钱算是私房钱吗？是的，因为你没有让妈妈知道。
私房钱通常是 family 里面的，家庭里面的。所以如果你不想让妈妈知道你有把私房钱藏起来，把压岁钱藏起来，你的压岁钱就是你的私房钱啊。对，所有的爸爸都有私房钱，对，所有的爸爸想偷偷的买酒喝，偷偷的买烟来抽，所以所有的爸爸都会藏私房钱。That's true. I agree with Puthia. 对，我觉得所有的老公都会藏私房钱，因为他们有时候要买香烟抽，有时候他要买酒喝，他老婆不给他钱怎么办？藏私房钱。好。飞机库不会，我们不会说飞机库，我们会说停机坪吧。停机坪，我们不会说飞机库我们说停机坪。停机坪。好，如果有一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 airplanes， 我们可以叫停机坪停机坪，停机坪我们不会说飞机库，不会说飞机库好，那如果老婆发现老公的私房钱，一定会把它没收，我们中文叫没收，take away。老婆如果发现了老公的私房钱，一定会没收的，会 take away。OK，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好，比如说可丽发现她的老公有私房钱，老公你怎么可以偷偷的藏私房钱呢？不可以，这些钱是我的。那可丽就会没收她老公的私房钱 take away， 没收take away 叫没收。好，嘟嘟说我觉得夫妻之间可能没有私房钱，老师觉得呢不过都会有啦，嘟嘟真的会有私房钱对我觉得今天上好久我们继续赶快把它上完吧。好，来，好，第二个语法是主语藏在某个地方里下中后。来，直接给你题目，猫咪里藏在仓库。好，答案是什么？来，你们自己看一下，猫咪 kitten 藏 hide， 仓库 warehouse。好，这个应该是蛮简单的好，奶奶忘了私房钱藏在哪里了，很好。好，来，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猫咪藏在仓库里，很好。你看这个图里面有三只可爱的猫咪藏在仓库里，有3只可爱的猫咪藏在仓库里好。立新，猫咪藏在仓库里，好，非常好。阿能，猫咪藏在仓库里，好。宜兴，猫咪藏在仓库里，很棒，答对了。好，那我们赶快继续往下吧。好，各位同学，藏这个字我们有2个 phrase， 请你把它记起来，一个叫冷藏，冷就是什么 cold， 对不对？冷藏什么意思？冷藏就是你会把食物放到冰箱里面，这个地方就叫冷藏，所以你会把食物放到冰箱去冷藏，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冷藏我们常常会说冷藏 like refrigerate， 冷藏好，那我们还有一个词叫冷冻，好，冷冻就是 freeze 咯，不一样好，各位同学，这个冷藏是这里叫冷藏，那这里叫什么？你知道吗？这里叫冷冻这里叫冷冻。来，老师再说一次冷藏是这里叫冷藏，那这里叫冷冻，老师有写在下面，冷冻这里你如果把食物放在冰箱的上面这里的话，
这个食物会 freeze， 会冰冻起来，会冷冻起来，所以冰箱的这里我们叫冷藏，冰箱的这里我们叫冷冻，冰箱的这里我们叫冷冻，好，把它记起来，把它记起来。好，那我们还有一个成语叫无处可藏 ，nowhere to hide， 无处可藏，无处可藏 ，nowhere to hide。好 ，OK， 知道就好了哦，无处可藏 ，nowhere to hide。好 ，OK， 好，还没有讲完，各位同学，我们有一个地方很有名叫 Tibet， 这个地方叫西藏。这个时候，这个字变成一个多音字，这是一个多音字，不要再念藏了。如果 if you're talking about Tibet， you have to say 西藏，这里不念藏，这里念藏。因为它是个多音字，所以 if you're talking about Tibet， 西藏，西藏。所以这个 Tibetan people， 藏族或藏人都可以。你可以说藏族或藏人都可以。OK， Tibetan people。好，藏族、藏人。不要念藏，这里是多音字，要念藏。那他们的语言 Tibetan language 叫藏语，藏语，西藏语也可以西藏人也可以，西藏人或西藏语也可以好 ，OK， 所以这是个多音字这是个多音字。好，了解了好 ，OK， 来，我们赶快把题目做一做。第一题，藏。惨，仓库。我们的句子是40岁了还没有女朋友，我好什么呀？好，40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哎，好可怜哦，这个人40岁了都还没有交女朋友，这个人好可怜哦，对不对？好糟糕，好可怜。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40岁了还没有女朋友，我好什么呀？好惨啊，好惨啊，好惨啊，好惨啊！也不会啦，没有女朋友也没什么，小事小事，不惨不惨，这一点都不惨好，宋平说我好惨啊，对，没错。好，阿能说40岁了还没有女朋友，我好惨啊。好惨，好惨，大家觉得好惨，对不对？好，真的很惨，对不对？Severe 说好惨好，对，40岁了都应该有老婆孩子了好 ，OK，藏语藏语，哇好厉害所以那个 Alex， 你是藏人吗？你是西藏人吗？好 ，OK，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题，藏。惨，仓库，我们的句子，男人总是把心事 ，OK， the secret， the thought， 什么什么在心里，真的，男人 man 总是 always 把心事就是你心里的秘密 ，secrets in your heart，thoughts in your heart。OK， 什么在心里 ？OK， 好，答案是什么？对，藏在心里。永祥，对不对？男人总是把心事藏在心里，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都自己忍着，不能够说。男人总是把心事藏在心里好，可丽总是把私房钱藏在枕头里。好，宋平说。男人总是把心事藏在心里好 ，Christina， 男人总是把心事藏在心里。好 ，OK， 藏，好，藏很好。好，王珍珍藏，好，露露藏，秀芝藏，怡心藏，答对了你们都答对了。好，你们觉得呢？我觉得男人真的他都把心事藏在心里。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所以有时候你要找好朋友分享你的心事好Alice 有朋友在西藏做工作好
对，你看玫瑰说，哦，男人好可怜，男人好惨哦，男人总是把心事藏在心里，男人好可怜，好惨啊。男人很长，男人很惨啊，不是很长，长是动词。男人很惨，因为总是把心事藏在心里。哦，对，谢谢裴静，我没有40岁，我18岁，我没有40岁哦。好 ，OK。有人问说这是真的吗？真的，而且嘟嘟说这个喝醉了，男人喝醉的时候就什么都说出来了。哦，不，我喝醉了，我什么都说了哦。好 ，OK，来下一题，藏、藏、惨、惨、仓库、仓库。汤姆离开时忘了锁上的门。Tom 离开 leave，汤姆离开时就是 when 的意思哦，时 when。汤姆离开时忘了 forget， 忘了变 forgot， 忘是 forget， 忘了变 forgot， 然后呢锁就是这样子，这个叫锁哦，锁上什么的门。好，门就是 door，OK。好，答案是什么？很简单，仓库。好，汤姆离开时忘了锁上仓库的门。好，丽芬，仓库。好，这个 Smith，不是 Smith，sorry，Smith 好，仓库，好 ，OK，仓库，很好，你们都答对了，仓库。好，哦，温德来了，温德你好，温德正在上夜班，温德你说上夜班就可以了，温德正在 like on night shift， 对不对？好，温德正在上夜班，好，温德你要好好工作哟，哦，好，温德正在上夜班，夜班就是 night shift。好 ，Christina 说汤姆离开时忘了锁上仓库的门。好 ，OK， 答对了，很好哦。好 ，OK，好，我们看最后一题 ，the last question。最后一题，藏，这个不念藏，这个念藏，多音字，藏，藏。好，各位同学，这题的答案应该很简单哦。好，这个我们中文叫多音字，就是一个字有很多念的读音，一个字有很多读音，这个叫多音字。A word with multi pronunciations. A word with multi pronunciations. 好 ，OK，那唐先生今年夏天去西旅游。今年夏天 means this year summer. This summer, OK? This summer. 唐先生 Mr. 唐今年夏天去旅游 go on a trip to somewhere. OK. 好，你们要告诉我1还是2哦，因为两个都是这个字，一个念藏，一个念藏。好，藏，好，美丽说藏，好，藏，木说藏，好，2，没错，好 ，Christina 说唐先生今年夏天去西藏旅游，所以你念藏的时候 ，you're talking about Tibet. When you pronounce 藏 it's like you're talking about Tibet. 藏，很好，好，来，各位同学，这个最后，对，都念藏，很好。最后老师给你们一个词叫宝，这个叫 treasure。好，各位同学来，最后老师教你们一个词汇叫宝，请问要念宝藏还是宝藏 ？What do you think？ 宝藏还是宝藏 ？When you pronounce this word as 藏 it is a verb. When you pronounce 藏 you to hide, you're hiding something. It is a verb. When you pronounce it as 藏 it is a noun. You're talking about Tibet or you're talking about treasure. 所以这个词要念宝藏，这个词要念宝藏 because 宝藏 is a noun, treasure. 所以各位同学，你不要念错了。如果你念藏 it is a verb, it is an action. So you have to pronounce 宝藏 because 藏 is a noun. 藏 is a noun. So 宝藏
treasure 宝藏。OK， 记得这个词宝藏，不是宝藏，是宝藏。OK， 好，那各位同学，对，你们都答对了，宝藏，宝藏，宝藏，很好。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好，那各位同学记得帮我点赞。那如果你想要 support Teacher Richard for free, you can download this handbook application. It is free. And remember to use my invitation code VIP111. 记得 remember to support me. OK， 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了。明天我们上 HSK 7到9，很难很难很难的7到9。好，明天我们来上7到9咯。我们明天见，各位同学再见咯，晚安，拜拜。